這是毛主席和周總理最後一次長談，不惜跨越千里，談話長達4個小時。當說到未來接班人選問題時，两位偉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同一個名字，將國家的未來寄託在他身上。這個人就是鄧小平。70年代是新中國政壇歷經動盪的一個時期，也是領導人走向更迭的一個階段。從戰爭年代的傷病不斷，到和平年代的日理萬機，開國元勳們的身體漸漸不堪重負，而毛主席和周總理這兩位曾經叱咤風雲的大人物，也早已是重病纏身。1972年，周總理確診膀胱癌，2年後他不得不告別了自己工作和生活20多年的地方，搬出中南海西花廳，住進解放軍301醫院，這一住就再也沒有出來。與此同時，他的老戰友老夥計毛主席的身體情況同樣也不容樂觀，因為病情加重，回到了湖南老家休養。1974年底，4届人大的籌備工作接近尾聲，事關下一階段中央領導人格局。為此，已經處於2級醫護狀態下的周總理不惜抱病遠行，跨越千里，親自與毛主席面談。12月26日這天是毛主席的81歲大壽。細心的周總理提前預知湖南省領導晚上為毛主席慶祝生日，主食吃麵條，菜搞得簡單些。宴席上眾人頻頻舉杯，氛圍輕鬆愉悅。但在午夜時分，周總理突然接到毛主席處的電話，請他過去談工作。要知道，周总理此番前來的工作內容早已在前幾次會議中商量妥帖，主席突然深夜邀約，必定是有要事相商。在長沙期間，毛主席與周總理在4天內連開4場會議，前3場都有人作陪，可唯獨最後一場是2位國家領導人單獨的秘密會議，徹夜長談4個小時，連負責給周總理送藥的工作人員都不敢擅自上前打擾，而這也成了毛主席與周總理人生中的最後一次長談，史稱長沙決策。此時的毛主席81歲，周總理76歲。在身體每況愈下的情況下，國家的未來接班人自然成了2人最為擔憂的地方。當毛主席問出以後江山誰來守的問題時，周總理沒有任何猶豫，脫口而出鄧小平3個字。毛主席聽後也笑着點點頭，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，是難得的人才。與此同时，毛主席又公開表態，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啊。他對周總理說，你身體不好，4屆人大後你安心養病，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。這句話一錘定音，直接肯定了鄧小平日後在中央的地位。隔年的4屆人大會議上，正式宣布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、國務院副總理兼總參謀長，集黨政國家軍隊領導人於一身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，歡迎大家給視頻點讚留言加個關注，下期再見。